近段时间，澳大利亚心甘情愿地当美国恶华的棋子，不断与中国对抗，甚至多次叫嚣要在台海问题上与中国军队开战，并扬言澳大利亚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战鼓也已经敲响。然而，当中国真的开始应战的时候，澳大利亚却又认怂了。据新华网报道称，近日中国南部战区海军与印尼海军在雅加达附近海域举行了海上联合演练。在本次演习中，中国海军出动了054A 型导弹护卫舰柳州号和056型护卫舰宿迁号，印尼海军则派出了乌斯曼哈伦号导弹护卫舰和一艘导弹艇。原本这只是中国军舰在救援印尼潜艇之后与印尼海军进行的一次正常军演，但是在西方媒体和澳大利亚眼中却成为了危险信号。每日邮报指出，中国和印尼直接在澳大利亚家门口举行联合军演，这是中方对澳大利亚的严正警告，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信号。而澳大利亚媒体《每日电讯报》也发文抱怨，中国和印尼派军舰在靠近澳大利亚领海的地方举行军演，这是对澳方的直接威胁，也是澳大利亚坚决不能接受的。而澳大利亚的反对也仅限于口头上的抱怨，因为他们深知自己与中国海军在实力上的差距，所以澳方将怒火发泄在了印尼身上。澳当局就此次军演强烈指责了印尼总统佐科，称其为了自身利益才和中国建立密切关系，而这种做法将会使澳大利亚陷入不利境地。不得不说，澳大利亚跟随美国好的没学到，强盗习性倒是学得十分彻底。指责别人的时候，麻烦你们先拿个镜子照照自己。前脚本国军舰还联合美日法在东海谋划夺岛作战，后脚就抱怨中国军舰靠近澳领海军演，这强盗逻辑暴露无遗。不过这一切也只能说明澳大利亚的无能狂怒罢了。他们对于中国军舰出现在家门口反应越大，就越能表明澳大利亚是真的慌了，他们十分害怕中国的军事打击。在此背景下，澳副总理急忙对华释放缓和信号，声称为了让中国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澳方将耐心地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但是对于这种缓和信号，我们已经见了太多，现在中国对澳的耐心也在他们频繁的作妖中渐渐消失。最后我们想说，面对澳大利亚，我国还是要观其行，而且这种出海演习我们还要将其常态化。因为目前中国已经具备远洋能力，但是我们的队伍还很年轻，必须要多出去练练，才能最快地提升自己。至于澳大利亚，如果还是屡教不改，那么把其当作我军的磨刀石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根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5月14号，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接受了一档关于中国和澳大利亚贸易相关问题的采访。他在这一次采访中对媒体表示，他自己在1月份的时候就向中国致信了，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和澳大利亚重新开始谈话，但是4个月都没能收到回信。他在报道中还特意说道，虽然没能得到回复，但是他还是愿意等待的，因为他确实是渴望和中国坐下来谈的，并解释称这对于中国和澳大利亚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因为两国的经济是存在互补性的。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同时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和进口产地，澳大利亚却仅仅是中国第8大的贸易伙伴，互相的严重性完全是不对等的。这一点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倒是也知道，他在采访中就提到，中国向澳大利亚的出口是可以帮助维持澳大利亚人生活的。他似乎是表现出了很大的诚意，虽然没有公布出他在1月份寄给中国信的内容，但也称他在信中表示了澳大利亚愿意在很多问题上和中国接触磋商的强烈意愿，让人觉得仿佛4个月没有回应的中国才是做得过分的那一方。但是只需要看看澳大利亚在这4个月里都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就能发现澳大利亚方面的虚伪。自从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就跟在美国的身后，不遗余力地抹黑中国。在所有打压中国的议题中，澳大利亚都冲在最前，还试图加入美军的亚太战略，甚至于就连美军都不敢直接叫嚣与中国开始战争的时候，许多澳大利亚的官员就开始叫嚣着要参与进可能发生的台海军事冲突中了。明明军事实力弱得不行，偏偏嘴上功夫厉害得很，就冲他们动不动反对中国，中国也没法友善地对待他们了。更何况这名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说1月份就想和中国磋商，之后发生的事情却证明了澳大利亚方面毫无诚意。澳大利亚在4月份撕毁和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还对中国企业正常租下的达尔文港指手画脚。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可能和澳大利亚好好商谈？
对于澳大利亚一系列行为，中国已经做出了决定，暂停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战略对话机制。现在他们再怎么想反悔也没用了。众所周知，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其霸权主义的主要挑战者，所以在拜登上台之后，还继续延续着之前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对抗政策，甚至还有些变本加厉的味道。但是，即便是美国在极力拉拢盟友对抗中国的情况下，中国也还是表现出极其稳健的进步状态，这让美国觉得很烦恼，甚至开始感叹国运不济了。据美国兰德智库近日发表的文章称，从美国近段时间的表现来看，美国确实是时运不济，因为其很多对中国实施打压的策略都失败了，比如拉拢亚太盟友与中国对抗，但是这些盟国不是内部发生矛盾，就是反水支持中国，一切都没有按照美国的剧本来演，这让拜登很是头疼。比如美国想利用印度来对中国边境施压，但是不料第二波疫情在印度国内肆虐，导致其内部接连发生骚乱，从而让印度陷入自顾不暇的状态。然后美国又想利用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牵制中国，结果也失败了。菲律宾总统曾多次释放对华友好的信号，即便是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有过争执，但总体来看也没有对中国做出什么有实质性伤害的举动。而越南更是直接表示，以后永远不会跟着其他国家一起反对中国。在拉拢亚太盟友打压中国成效不佳的情况下，美国想到了战略转移，他们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以集中主要兵力在亚太地区对抗中国。但没想到的是，美军才刚刚从阿富汗撤军，中东局势就迎来了巨变。近日爆发的巴以冲突就是中东局势巨变的表现之一。现在的以色列完全杀红了眼，不仅悍然拒绝了哈马斯的停火要求，还拒绝了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甚至是联合国的停火建议，就连美国的调解也无济于事。不仅如此，以色列还轰炸了驻有美国媒体的办公大楼，而这一疯狂做法的背后也离不开美国的推波助澜。因为在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一直拉偏架，声称支持以色列的行动，所以以方才有恃无恐地进行这些轰炸。但最后结果无疑证实了美国是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对于美国这些失败行为，美智库除了感叹美国时运不济，同时也指出了在中东变局下美国暴露出来的弱点。美智库指出，由于美国不能以正常的心态来面对新的世界格局，还声称在中东的行为是维护世界秩序，但其实维护的只是美国霸权和单边主义以及强权政治下的旧秩序。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让这些饱受美国欺压的中东国家萌生起反抗的念头，而美国也在打压中国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极大的冲击。最后，正如新加坡专家所言，美国只有端正心态，学会与中国积极合作，进行合理的竞争，才能避免掉入战略误区，避免遭遇惨败。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当前的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陆战为王的时代早已过去，那么现在作战讲求的是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美国对华战争策略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尽管美国在当今世界上鼓吹战争的做法令人不齿，但是必须承认的一点是，美国的军事战略思想领先世界一个时代。在世界海军还未发展起来之时，美国人马汉就首先提出制海权这一概念，而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更是先世界一步提出制太空权的概念。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这些年来能够驰骋战场，很多一部分原因必须归功于其先进的作战理念。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开始将战略重心放在遏制中国上，其中在美国看来，遏制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发动一场战争，而碍于中美两国巨大的体量，有人认为这样的一场中美战争一旦爆发就是一场世界大战，而又因为是在当今这个随随便便一颗核弹就能毁灭地球的时代，人们认为中美一战的可能性十分小。但是美国的一些做法似乎在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战争并不遥远。在美国看来，要对中国进行军事胜利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采用协调一致的多领域联合作战方法，确保每一个进攻方法间都有默契的连续性。而在美军充当这一重要角色的就是 F-35， 这也就是为什么 F-35能够成为美国空军中数量第二多的战机。而这一联合作战方法也很好地启示我国，当前我国最紧要也最紧迫的问题，莫不过我国的统一大业。随着美国遏制步伐的加快，统一进程似乎已经刻不容缓。但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损失完成这一大业呢？借鉴美国的联合作战思路，
分析人士指出，一旦开始吹响统一号角，解放军可以率先阻断对岸的一切信号，包括通讯卫星、定位系统等，因为这是联合作战的基础。一旦切断这一信号以后，相关制导武器也将会随之失效。而在这以后，我军将可以派出类似美军取胜关键 F-35的同类战机，实现海陆空三军的联合作战。分析人士预测，按照这一战略，24小时内掌控全局不是问题。区别于中美对抗双方同等的体量，中国的统一大业所涉及的双方实力对比悬殊，因此若是采用这样的联合作战，效果更为明显，造成的损失也相对较小。而美国若是单单想依靠这一作战策略就能够确保对华胜利，似乎还远远不够。日本是拜登外交政策的关键，这一点早在美日首次会晤时就足以证明，该国是铁了心要跟中国对着干。不过，相比澳大利亚、英国等美国其他盟友，日本还算是精心谋划。如果说从菅义伟与拜登会晤时，该国便开始布局的话，那么接下来进行的2步就完全暴露了日本的阴暗本性。现在的日本仗着有美国在背后撑腰，已经正式将手伸进了台海，而上述所说就是该国公开叫板中国的底气所在。第一步，拜登刚上台不久，日本方面就访问美国，期间就台海问题大肆商讨，并在随后联合声明中表示要与美国一起干涉台海问题。认清现实的人，其实从这儿开始就可以看出日本的态度了，与美国站在一起，跟中国作对。通过这种方式与美国拉近关系，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展开第2步了。5月14日起，美日法澳4国将在东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而在此之前，美日法3国首次在日本本土进行的陆上军演也已经开始。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是为了向我国展现其如今的态度，借军事演习加强与美国合作的同时，展现与欧洲主要国家联合的姿态。在此背景下，凸显出日本将对争议岛屿势在必得的决心。本就属于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显然还是没有死心。值得一提，此次除了挑衅中国在争议岛屿和南海的巡航执法外，还罕见的包括城市巷战。巷战也就是城市战，日本很有可能是在针对争议岛屿以及支援台做准备工作。最后一步，最新消息显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首度写入台湾稳定重要性，台媒称此为明确表达日本挺台立场。3步走已经明确在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就是要叫板中国。可面对如今的中国，日本明显是不占优势的，该国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打出几张底牌？分析认为，搭上美国后，日本才能继续打出所谓的底牌，借助美日同盟保证当前政治经济地位，中期有望脱离美国控制，最后赢了中国。可搭上美国，终归到底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各国心知肚明，日本想要依靠该国获取相关利益几乎不可能。如此也就说明，日本这几张搭上美国身上的底牌，并非是底气十足，而是方手一搏的一场豪赌。我国想要见招拆招，简直再容易不过。且不说中国早已经在台海地区有绝对的优势，仅在日本如今国内疫情失控、奥运会临近等多方面难题的情况下，日本根本没有过多的精力。就如我国人所言，或许中国什么都不用做，日本国内的多个难题就可以拖垮菅义伟。最近，美国、日本、法国和澳大利亚齐聚东海进行海上演习，主要围绕巷战、夺岛作战。4国共出动了10艘军舰，其中有3艘是准航母，不过澳军只有1艘护卫舰来打酱油。然而，澳大利亚当局口气倒是不小，多次挑衅中国核心利益，这次换成解放军出手教做人。前不久，印尼海军发生潜艇事故，事后印尼邀请中国海军赶赴相关海域进行打捞工作，而中国海军还顺势和印尼海军在雅加达附近举行了联合演习，包括海上搜救、通信等科目。就是这样一场很正常的演习，却被放大曲解。英国《每日邮报》强调，演习地点就是在澳大利亚家门口。虽然印尼和澳大利亚邻近，但什么时候成澳大利亚家门口了？对此，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称，中国在靠近澳大利亚海域展开了军演，这是对澳大利亚直接威胁，不可接受。而西方观察人士也解读称，解放军军演靠近澳大利亚是为了警告其不要插手台海、南海局势。事实上，南半球并没有强国，这造就了澳大利亚傲慢霸道的性格，经常对其他周边的小岛国进行欺压，甚至将其当作自己的后院，甚至只要来到了南半球，他都能说成在家门口挑衅。这次除了炒作中国威胁论之外，其实也表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任何行动越来越敏感，造成过度反应。比如前不久，中国帮助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升级飞机跑道、桥梁，澳媒趁机炒作中国在基里巴斯建军事基地，为中国提供一个据点部署战机导弹，随后被当地政府打脸，这仅限民用，用来促进旅游业的。而澳大利亚之所以越来越敏感，还是因为亏心事做的太多，所以害怕中国的一举一动。
在经济方面，澳大利亚随意撕毁协议，阻挠中企投资，导致澳大利亚出口中国产品受到影响。随后，发改委直接宣布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而在国防方面，这段时间澳大利亚一些政客轮番叫嚣介入台海冲突，就连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都扬言，一旦台海爆发冲突，澳大利亚将会支援美国及盟友，以做好和中国战争的准备。澳大利亚一再强调，军事冲突虽然也会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反应过度，解放军军演至于吓成这样，就这还敢插手台海局势，合理怀疑澳大利亚人是不是都在蒙中？就连美国都只敢采取模糊政策，他们有什么资格和勇气介入台海事务？